这一次他是真的开心了。最近菲利斯塔更新了一段全新的视频，画面并不复杂，也没有刻意的剧情设计，只是她在坦桑尼亚的乡村和自己最好的闺蜜一起生活、劳动、聊天、笑闹，没有直播节奏，没有带货话术，没有镜头前的情绪表演，但几乎所有看过视频的人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，她真的开心了。这种开心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菲利斯塔身上很少出现的状态。为什么这次的开心让这么多人感到安慰？评论区里有一句话被反复提到，她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。这并不是夸张，如果回看菲利斯塔过去1-2年的公开影像，你会发现她的情绪状态大多处在3种模式里：应对式的笑，礼貌性的配合，带着压力的强撑。而这一次不一样，她的笑不是对镜头负责的，而是对生活本身的回应。这种变化让许多长期关注她的网友产生了一种非常真实的情绪，松了一口气。乡村生活的意义不只是换个环境。视频里的坦桑尼亚乡村并不豪华，甚至谈不上条件优越，土路、简屋、农田、自然的生活节奏。但恰恰是这种低刺激的环境，让菲利斯塔呈现出一种久违的放松感。她不需要随时被观看、被评价、被讨论，她只需要活在一个不被流量追赶的节奏里。很多人忽略了一点，对一个长期处在公众目光中的人来说，真正的奢侈并不是物质，而是情绪的安全感。闺蜜的存在是这段视频的关键。这一次菲利斯塔并不是一个人，她身边有自己最好的闺蜜。从互动细节来看，两人之间没有权力关系，没有利益交换，也没有内容分工，只有一种非常自然的陪伴。他们一起干活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大笑。这种关系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息：菲利斯塔不再是被安排进某种叙事里的人，她是被真正理解、被平等对待的个体。开心之余，一个信息让网友开始担忧。然而，在这份轻松与开心之外，一个事实逐渐被确认：菲利斯塔今年大概率不会回中国过春节。与此同时，豆豆也将留在坦桑尼亚过春节。这一点迅速点燃了评论区的另一种情绪——担忧。中国网友的春节情节并不是空穴来风。春节在中国文化里不只是一个节日，它意味着团聚、回家、修复关系，给孩子安全感。所以当网友意识到菲利斯塔不会回中国，豆豆也无法与中国的亲人团聚，这种情绪自然会被放大。很多评论并不是指责，而是非常朴素的一句话：还是希望他们能在一起过个年。大家真正担心的其实不是在哪里过年，需要说清楚一点。网友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春节在中国过才算春节，而是3个更深层的问题：豆豆是否能感受到足够稳定的陪伴？2. 长期分隔对亲子关系是否产生影响？3. 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是否会被慢慢拉远？这些担忧本质上并不带恶意，而是出于对孩子成长环境的本能关切。从菲利斯塔的角度看，这或许是一个现实选择，但如果站在菲利斯塔的角度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他刚刚脱离高压环境，刚刚找回情绪上的安全感，刚刚重新建立生活秩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频繁跨国移动，重新进入复杂的舆论场，很可能会让他再次陷入消耗。所以不回中国并不一定是情感上的拒绝，而可能是一次自我保护式的选择。成年人可以权衡利弊，孩子却承受结果，这正是问题的复杂之处。成年人做出的每一个理性选择，最终都会由孩子来承受长期影响。所以评论区里才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声音：他现在开心了，真的挺好，但孩子怎么办？还是希望团圆。这并不是双标，而是人们同时在为2个角色考虑。豆豆的春节不只是节日，而是记忆。对孩子来说，春节不只是几天假期，它是气味、声音、亲人、仪式感，是很多年后仍然会被记住的片段。因此大家才会反复强调团聚，并不是要求谁牺牲，而是希望情感不要被时间慢慢稀释。菲利斯塔的开心是真实而珍贵的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菲利斯塔现在的状态确实值得肯定。她的笑容不是伪装，她的轻松不是演出来的。如果一个人长期压抑之后，终于可以自然的呼吸，那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尊重的事情。但家庭
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。问题在于，开心和团聚真的只能二选一吗？这也是网友讨论最集中的地方。大家并不是要求他回到过去的模式，而是希望在新的生活里能逐渐找到一种兼顾的可能性。13，或许现在只是一个过渡阶段。从目前的信息来看，更合理的一种判断是，这并不是彻底分离，而更像是一个调整期、缓冲期。菲利斯塔在坦桑尼亚重新站稳脚跟，家庭关系仍在寻找新的平衡点。14，真正的期待其实很简单，归根结底，网友真正的期待只有一句话：希望每个人都能在不被伤害的前提下好好生活。希望菲利斯塔继续开心，也希望豆豆不要被忽视，更希望有一天团聚不再成为悬念。结语：笑容回来了，路还在继续。菲利斯塔的笑容确实回来了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但关于家庭、孩子、团圆的问题，依然需要时间去回答。或许我们能做的不是催促结论，而是给这段人生转折留出足够的空间和耐心。因为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在哪里过年，而是这一家人是否还能走向彼此。